如果有人问你台湾最经典的特产是什么，你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大概率是凤梨酥，没错吧？每年光是外国观光客带走的凤梨酥叠起来大概可以绕台湾好几圈。可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凤梨酥在台湾10大经典特产里面只能排第6。你没听错，第6。那比它更猛的前5名到底是什么？尤其是第1名，它的历史长达100多年，而且此时此刻它正在默默征服全世界。这不是夸张，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在揭晓排名之前，我要先说清楚，这份排名不是随便拍脑袋想出来的。我们综合了历史深度、文化代表性、国际影响力、在地情感连结，还有它对台湾经济的实际贡献，才排出这份名单。所以你可能会不同意，你甚至可能会气到想摔手机，但听我讲完，你或许会改变想法。那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一路倒数到那个正在征服世界的第1名。第10名，芒果干。你可能会说，芒果干这也算经典特产？别急，让我跟你说一个数字，台湾每年出口的芒果干，光是销往日本和中国大陆的量就超过数千吨，而且不是普通的芒果干，是那种你咬下去整个嘴巴会被一股浓烈到不像话的芒果香气塞满的那种。台湾芒果干的起源要追溯到南部的玉井，玉井这个地方被称为台湾的芒果之乡，早在日治时期就开始种植芒果，但真正让芒果干变成一门大生意的是台湾农民的一个天才发现。他们发现爱文芒果如果在7分熟的时候采收，切片后低温烘干，会产生一种鲜果吃不到的焦糖化香气。这不是添加物，这是芒果本身糖分在脱水过程中发生的梅纳反应。一颗芒果大约 80% 都是水分，脱水之后，所有的甜味和香气被压缩到那薄薄一片里面，味道浓缩了将近5倍。日本观光客是最早发现这个秘密的人，大概从2000年前后开始，台湾芒果干在日本的伴手礼排行榜上一路攀升。后来韩国人来了，东南亚的旅客也来了，大家都疯了一样往行李箱里塞芒果干。你现在去台南的夜市走一圈，至少有1/3的摊位在卖芒果相关产品，其中芒果干永远是销量冠军。但芒果干排第10，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的历史还不够深，文化厚度还在累积中。它是台湾特产界的新星，未来绝对有机会往上爬。第9名，新竹米粉。新竹米粉的历史比你想象的要久远太多了。早在清朝时期，新竹就因为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成为台湾米粉的制造重镇。为什么是新竹？答案是风。新竹有一个外号叫风城，每年秋冬季节，强劲的东北季风从台湾海峡灌进来，风速又稳又持久。这种风恰好是晒米粉的完美条件。传统新竹米粉的制作过程非常讲究，先将在来米磨成米浆，压干水分后搓成团，再用蒸笼蒸熟，接着通过压模挤出细丝，最后摊在竹架上，让新竹的风自然吹干。整个过程完全仰赖经验和天气。老师傅会看风向、看湿度、看太阳角度，来决定今天的米粉要晒多久。这种手艺是几代人传下来的。新竹米粉分2种，一种是粗的水粉，口感滑嫩，适合煮汤；一种是细的炊粉，口感 Q 弹，适合炒。你去新竹的城隍庙口吃一碗炒米粉，那个香气，葱油的焦香混合米粉，本身淡淡的米香，再加上一点点肉燥的咸甜，会让你瞬间理解为什么新竹人对米粉有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执着。不过新竹米粉这几年也遇到了挑战，因为成本考量，市面上很多米粉其实掺了大量玉米淀粉，含米量不到 50%。 2014年，台湾甚至因此修改了食品标示法规，规定含米量不足 50% 的不能叫米粉，只能叫炊粉或调和米粉。这件事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但也让消费者开始重新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新竹米粉。第8名，金门高粱酒。说到金门高粱，那可不只是一瓶酒，那是一部战争史，一段离散记忆，一整个世代的乡愁。金门高粱酒的诞生跟战争脱不了关系。1950年代，国共对峙，金门成为前线，
大量驻军涌入这座小岛，物资匮乏，但高粱遍地都是。当时的金门防卫司令部为了安定军心，也为了创造收入，在1952年成立了金门酒厂，开始用本地高粱酿酒。没想到这一酿就酿出了一个传奇。金门高粱之所以好喝，有3个关键因素。第一是水质，金门的地下水源经过花岗岩层过滤，矿物质丰富，但杂质极少。第二是气候，金门冬天干冷，夏天湿热，这种温差大的环境特别适合酒曲发酵。第三是工艺，金门酒厂至今坚持使用传统固态发酵法，整个发酵过程长达数十天，比一般液态发酵更耗时，但风味也更醇厚。有一个数据很惊人，金门县的年财政收入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金门酒厂的营收。换句话说，这座小岛上的道路、学校、医院很大程度上都是高粱酒盖出来的。金门人有句话，没有高粱酒就没有今天的金门，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而在国际市场上，金门高粱这几年也开始崭露头角，它在全球烈酒竞赛中屡获金牌，包括旧金山世界烈酒大赛、布鲁塞尔世界食品品质评鉴等等。评审们对它的评价是清香型白酒中的顶级之作。但金门高粱排第8，是因为它的受众相对集中，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喝酒，而特产的核心还是要能代表所有人。第7名，花莲麻薯。你如果去过花莲，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走在中华路或者中山路上，每隔50公尺就有人塞给你一块麻薯试吃。花莲的麻薯店之密集，大概是全世界单位面积麻薯密度最高的地方。花莲麻薯的历史跟原住民文化有很深的连结。阿美族和太鲁阁族很早就有用糯米捣制麻薯的传统，他们叫它杜伦。在部落的丰年祭和各种庆典上，杜伦是不可缺少的食物，象征着丰收和团结。后来日治时期，日本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麻薯文化大福，两种文化在花莲碰撞融合，就产生了今天我们吃到的花莲麻薯。花莲麻薯跟日本大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口感。日本大福追求的是软绵细致，而花莲麻薯追求的是 Q。 这个 Q 字大概是全世界最难翻译的中文字之一，英文里面没有完全对应的词，它介于弹性和韧性之间，咬下去会回弹，但又不会太硬，有一种让牙齿很舒服的抵抗感。要达到这种口感，捣的过程非常关键。传统做法是把蒸熟的糯米放进石臼里，用木杵反复捶打，打到糯米完全失去颗粒感，变成一整团光滑透亮的米团。这个过程至少要持续20-30分钟，而且力道要均匀，太轻打不透，太重会破坏结构。花莲麻薯的内馅也是一门学问，最经典的是花生馅和红豆馅，但现在花莲的麻薯店已经开发出几十种口味，从芝麻到抹茶，从芋头到起司，甚至还有人做出麻辣口味的麻薯。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据说卖得还不错。不过花莲麻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保存期限极短。真正好的手工麻薯最佳赏味期限只有1到2天，放久了外皮会变硬，口感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花莲麻薯一直很难大规模外销，它是一种你必须亲自到花莲才能吃到最好味道的特产。某种程度上，这反而增加了它的神秘感和吸引力。第6名，凤梨酥，终于来到很多人心目中的第1名了。是的，凤梨酥只排第6，但请先别急着骂我，听听理由。凤梨酥的历史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久，它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台湾早期的糕饼文化。闽南移民带来了各种酥饼的制作技术，而台湾盛产凤梨，两者结合就产生了凤梨酥的雏形。但真正让凤梨酥变成国际级伴手礼的转折点，发生在大约2000年前后。那时候台北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凤梨酥文化节，鼓励各家糕饼店推出自己的招牌凤梨酥。这个活动意外地引爆了一场凤梨酥革命。在此之前，市面上大部分凤梨酥的内馅其实是冬瓜糕混合少量凤梨酱，口感偏甜腻，吃多了会腻。但文化节之后，越来越多的糕饼师傅开始尝试使用100%土凤梨来做内馅。土凤梨馅的凤梨酥味道完全不一样，
它酸甜交织，纤维感十足，咬下去你能明显感受到凤梨果肉的存在，配上外层酥松的奶油饼皮，那种冲突感反而创造出一种让人上瘾的味觉体验。从此之后，土凤梨酥成为主流，也让台湾凤梨酥在国际上的辨识度大幅提升。有一个数据非常夸张，在疫情之前的巅峰时期，台湾凤梨酥产业的年产值估计超过数百亿新台币。光是桃园机场的免税店，凤梨酥就是销售额最高的品项之一。日本旅客、中国大陆旅客、东南亚旅客几乎人手一盒，有的人甚至买10几盒回去分送亲友。那为什么凤梨酥只排第6？原因有3。第一，它的历史深度不够，真正爆红不过20多年。第二，它的文化层次相对单一，就是一种伴手礼，背后缺乏更深的故事和情感连结。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前面5个选手实在太强了。凤梨酥是台湾的门面，但门面不一定是灵魂。第5名，卤肉饭。如果说凤梨酥是台湾的门面，那卤肉饭就是台湾的胃。你可以不吃凤梨酥就离开台湾，但你绝对不可能不吃一碗卤肉饭。卤肉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闽南移民带来的卤制技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般家庭买不起大块的肉，于是聪明的台湾人想到一个办法，把猪皮连肥带瘦的部分切成细丁，用酱油、冰糖、五香粉和油葱酥慢慢卤煮。这样一小锅卤肉可以配好几碗饭，全家人都能吃饱。这就是卤肉饭的起源。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高档料理，它是穷人的智慧，是庶民的温暖。但就是这种穷人的智慧，创造出了一种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的味道。卤肉饭的灵魂在于那个卤汁，好的卤汁需要时间，需要一锅老卤反复熬煮，每加一次新的肉和调料，卤汁的味道就更深一层。有些老店的卤汁已经连续使用了几十年，里面沉淀的是几十年来无数食材的精华。台湾南北的卤肉饭还有一个有趣的差异，北部的卤肉饭通常是肥瘦相间的肉丁，酱色偏深，味道偏咸香。南部的卤肉饭很多地方叫肉燥饭，肉切得更碎，酱色偏浅，味道偏甜。你在台北说要吃卤肉饭，跟你在台南说要吃肉燥饭，端上来的东西长得不太一样，但都好吃到让你想再来一碗。这个南北之争大概跟豆花要加糖还是加咸汤一样，永远没有结论。近年来，卤肉饭已经成为台湾在国际美食舞台上最重要的代表之一。CNN 多次将它列入全球必吃美食清单。米其林指南来台湾的时候，也特别关注了好几家卤肉饭小店。一碗饭几十块台币，却能让你吃到整个台湾的历史和人情味。第4名，太阳饼。太阳饼排第4，可能有人会觉得意外，但如果你了解太阳饼背后的故事，你就会知道它为什么能排这么高。太阳饼的起源地是台中，关于它的发明有好几个版本的故事，但最被广泛接受的版本是这样的：大约在1950年代，台中有一位糕饼师傅叫魏清海，他在一家叫太阳堂的饼店工作。他以传统的麦芽糖饼为基础，经过反复实验，研发出一种外皮层次分明、内馅甜而不腻的酥饼。因为饼店叫太阳堂，这款饼就被叫做太阳饼。太阳饼的制作工艺看似简单，实则极为考验功力。它的外皮是油酥皮，由油皮和酥皮反复包裹，赶压而成，层层叠叠，烤出来之后会呈现千层酥的效果。好的太阳饼，你轻轻一碰，外皮就会掉碎屑，但咬下去又不会散架，而是酥脆和柔软并存。内馅是麦芽糖，甜度温和，带有一种古早味的质朴。台中人对太阳饼的感情非常深，在台中，太阳饼不只是一种食物，它几乎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图腾。你去台中的自由路走一趟，那条街上太阳饼店一家挨一家，每家都声称自己是正宗，每家都有自己的忠实顾客。台中人送礼，太阳饼是首选。台中人出国，行李箱里一定有太阳饼。台中人想家了，吃一口太阳饼就够了。而太阳饼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吃法，就是泡热水或热豆浆。老一辈的台中人会把太阳饼掰碎，丢进滚烫的豆浆里面，麦芽糖在热豆浆中慢慢融化，酥皮变得绵软，
整碗喝起来又甜又香又暖。这种吃法听起来很奇怪，但你试过一次就会上瘾，尤其是在冬天的早晨。太阳饼之所以排第4，是因为它不只好吃，它还承载了台中这座城市的记忆和身份认同。它不像凤梨酥那样是行销操作的产物，它是从土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带着一种不需要包装就很动人的朴实力量。第3名，珍珠奶茶。好，来到前3名了。第3名是珍珠奶茶。有人可能会说，珍珠奶茶算特产吗？它不是饮料吗？对，它是饮料，但它对台湾和全世界的影响力之大，已经远远超越了一杯饮料的范畴。珍珠奶茶的诞生发生在1980年代的台湾。关于谁是发明者，台中的春水堂和台南的翰林茶馆至今仍在争论，甚至还打过官司。不管真相如何，确定的是，在1980年代末期，有人把煮熟的粉圆加进了奶茶里面，从此改变了全世界的饮料版图。你可能不知道，珍珠奶茶在全球的扩张速度有多惊人。2010年代以后，珍珠奶茶在全球掀起了一波狂潮，从东京到纽约，从伦敦到巴黎，从曼谷到雪梨，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冒出了大量的珍珠奶茶店。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估算，全球珍珠奶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数十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增长。珍珠奶茶为什么能征服全世界？我觉得有3个原因。第一是口感的独特性。在珍珠奶茶出现之前，全世界的饮料基本上都是纯液态的，你喝的就是喝的，不需要咀嚼。但珍珠奶茶打破了这个规则，它让喝饮料变成了一种吃和喝同时发生的新体验。那颗 Q 弹的珍珠在吸管里被吸上来，打到你嘴巴里，需要你咬几下才吞得下去。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满足感。第二是它的可客制化程度极高，甜度要几分，冰度要几分，要大珍珠还是小珍珠，要鲜奶还是奶精，要红茶底还是绿茶底，这种你可以决定自己的饮料长什么样的自由感，完美契合了当代消费者对个性化的追求。第3是它的社群传播力。不得不承认，珍珠奶茶真的很上镜。那杯透明的饮料里面盛着一颗颗深色的珍珠，光看就很疗愈，这让它成为社群媒体上的宠儿。年轻人买了珍珠奶茶，第一件事不是喝，是拍照上传。这种免费的口碑行销，让珍珠奶茶的传播速度远超任何传统广告。珍珠奶茶之所以排第3而不是更高，是因为它的历史毕竟只有40年左右，而且它在全世界扩张的同时，已经被各国在地化改良，渐渐有一些脱离台湾的趋势。但无论如何，只要提到珍珠奶茶，全世界都知道它来自台湾，这就够了。第2名，牛肉面。牛肉面排第2，很多人可能会意外，也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牛肉面这种东西，你第一口觉得好吃，第100口还是好吃，第1000口依然好吃，它是那种你永远不会厌倦的食物。台湾牛肉面的历史非常有趣。严格来说，台湾在日治时期之前，民间很少吃牛肉，因为牛是农耕的重要劳动力，杀牛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台湾牛肉面的真正起源跟1949年前后大量来台的外省居民有关。这些来自四川、山东、河南等地的移民，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牛肉料理方式，在台湾融合碰撞，最终创造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台湾牛肉面。台湾牛肉面大致可以分为2大流派。第一种是红烧牛肉面，汤头浓郁，用豆瓣酱和大量辛香料熬煮，颜色深红，味道厚重。这个流派的起源据说跟高雄冈山的眷村有关。当年四川籍的老兵把家乡的豆瓣酱和辣椒带到台湾，用来卤牛肉，结果卤出来的味道太好了，加上面条就成了红烧牛肉面的原型。第2种是清炖牛肉面，汤头清澈见底，用牛骨和蔬菜长时间慢炖，味道鲜甜干净。这个流派则比较接近山东和河南的传统做法。台湾牛肉面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把这2种流派不断融合演化，发展出了无数的变体。有人加番茄，有人加药膳，有人用和牛，有人强调手工面条，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秘方和坚持。台北从2005年开始举办牛肉面节，这个活动后来甚至变成了国际赛事，
吸引世界各地的厨师来台湾比拼牛肉面技艺。有一件事情非常能说明台湾人对牛肉面的态度。2016年台北牛肉面节冠军得主的一碗牛肉面，曾经在慈善拍卖会上拍出惊人的高价。一碗面，这已经不是食物了，这是艺术品，是信仰。而且牛肉面这几年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越来越高，你在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都能找到品质不错的台湾牛肉面店。CNN、Netflix 的美食纪录片，各种国际美食媒体都曾大篇幅报道台湾牛肉面。它正在从台湾人的家常菜变成全世界认识台湾的入口。牛肉面排第二，是因为它拥有深厚的历史故事、无可替代的味觉记忆、不断演化的创新精神，以及越来越强的国际影响力。它唯一输给第一名的地方是时间。好，准备好了吗？第一名要来了。第一名，台湾茶。你可能觉得这个答案太平淡了，茶就这样。是的，就是茶。但请让我告诉你，台湾茶究竟有多恐怖。台湾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根据史料记载，大约在1860年代，台湾的茶叶就已经开始出口，而且第一个出口对象就是欧美市场。1865年前后，英国商人约翰·陶德来到台湾北部，发现这里的山区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种茶，于是他大量收购台湾茶叶，用帆船运到纽约销售。那批茶以 Formosa 乌龙 Tea 的名号面世，一炮而红，震惊了整个西方茶叶市场。从那时候开始，台湾茶就走上了一条不可思议的道路。在日治时期，日本人对台湾茶产业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引进新的品种和制茶技术，建立了完整的产销体系。那时候台湾茶的出口量非常庞大，是日本殖民时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但真正让台湾茶登峰造极的是战后到现代的这段历史。台湾茶农在数十年间做了一件全世界茶产区都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们把茶从农产品变成了精品。台湾面积很小，不可能靠量取胜，所以台湾茶走的是极致品质路线。从南投的鹿谷洞顶乌龙，到阿里山高山茶，到梨山茶，到大屿岭茶，甚至到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福寿山茶区，台湾人把茶园一路推上高山。海拔越高，日夜温差越大，茶叶生长越慢，累积的氨基酸和芳香物质就越多。高山茶冲泡出来的那种清甜花香，被称为高山韵，这是低海拔茶区根本无法复制的味道。在工艺方面，台湾茶师傅对乌龙茶的制作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东方美人茶为例，这是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茶，它的制作必须仰赖一种叫小绿叶蝉的昆虫来叮咬茶叶。茶叶被叮咬后会启动防御机制，产生一种特殊的芳香物质，叫做贴烯醇。茶师傅必须精准判断叮咬程度，在最佳时机采收，然后通过高度发酵和精细烘焙，才能做出那种带有蜂蜜和薯果香的绝妙风味。这种茶据说当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喝了以后赞不绝口，因此得名东方美人。这个故事流传了100多年，至今仍是台湾茶最浪漫的传说之一。但东方美人只是台湾茶的冰山一角，台湾茶的茶种之多，工艺之细，风味之丰富，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包种茶清香如兰花，铁观音焙火沉稳，日月潭红茶带有天然肉桂香气，木栅铁观音有独特的盐韵，四季春清爽宜人，金萱带有奶香。每一种茶都有自己的个性，每一种茶背后都是几代人的心血。在国际市场上，台湾茶的地位近年来越来越高，全球精品茶叶的竞赛中，台湾茶屡屡获奖。欧美和日本的高端茶市场上标注，台湾的乌龙茶价格远高于其他产区。一些顶级的台湾比赛茶，一斤的拍卖价可以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新台币，这已经是奢侈品等级了。而且台湾茶的影响力不只在喝这一层面，台湾的茶文化包括茶席、茶道、茶器、茶空间的美学，正在全世界掀起一股东方生活美学的风潮。越来越多欧美的年轻人开始迷上台湾乌龙茶，他们不加奶不加糖，就用盖碗或紫砂壶，慢慢品味每一泡茶的变化。这种体验式的饮茶文化，正是台湾茶征服世界的方式，不是靠广告，
不是靠行销，而是靠那一口茶汤里面蕴含的天地山水。台湾茶排第一，原因已经不需要多解释了。第一，历史深度，超过150年的出口历史，从清朝一路走到今天，经历过殖民、战争、经济转型，依然屹立不摇。第二，文化厚度，从农业到工艺到美学到哲学，台湾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化体系。第三，国际影响力，它正以精品化的姿态征服全世界的味蕾，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加速。第四，情感连结，对台湾人来说，茶不只是饮料，它是日常，是记忆，是人与人之间最温柔的桥梁。你去任何一个台湾人的家里，10有8九都有一罐茶，泡一壶茶招待你，是最基本的待客之道。所以凤梨酥确实厉害，珍珠奶茶确实红遍全球，牛肉面确实让人无法抗拒。但如果要选一个东西来代表整个台湾的灵魂，代表这座岛屿100多年来的坚韧、创造力和对品质的极致追求，那只能是茶。好了，10大经典特产全部揭晓，让我们最后快速回顾一下这份名单。第10名，芒果干；第9名，新竹米粉；第8名，金门高粱酒；第7名，花莲麻薯；第6名，凤梨酥；第5名，卤肉饭；第4名，太阳饼；第3名，珍珠奶茶；第2名，牛肉面；第1名，台湾茶。你同意这个排名吗？你心目中的第1名是什么？我猜评论区马上就要吵翻了。但不管排名如何，这10样东西里面的每一个都是台湾人的骄傲，都是这座小岛留给世界的礼物。台湾很小，小到你开车从北到南只要4-5个小时，但就是这么小的地方，却孕育出了如此丰富、如此多元、如此让全世界都为之着迷的饮食文化。这不是偶然，这是好几代台湾人用汗水、用智慧、用对这片土地的爱，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下次你喝一口台湾茶的时候，或者咬一口凤梨酥的时候，或者吸一口珍珠奶茶的时候，希望你能想起今天这个影片，想起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因为每一口台湾特产里面都藏着一整座岛屿的灵魂。